在这神怒轮回之中，诛心本源突然爆发出最后的光芒，仿佛是要证明自己的不屈。然而由于诛心世界被打破，也在这片刻的虚弱间，那本源散发出来的光芒在四色神怒轮回的吞噬之下渐渐暗淡，最终化为点点星光，消散在空气中。萧炎面无表情，但眼中闪过一丝满意。他知道这一次他成功的将这道诛心神火的本源彻底的收服，如果将其彻底的炼化吸收，那么萧炎的实力也将会进行一次大的蜕变。如今自己的实力停留在五重天位神巅峰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了，所以是时候提升一下自己的实力，不然几年后的万界圣子争夺战怕是会处于不敌的局面。要知道，万界圣子争夺战不仅会有许多诸神万界的那些神之天骄前来参加，就连那些年纪很大的神奇强者也都会前去，因为只要是天位神的实力，以往都没有参加过万界圣子争夺战的人都可以参加此次的万界圣子的资格，所以敢肯定万界圣子争夺战将会是鱼龙混杂，强者如云的一场激烈的争夺圣子之战。在萧炎成功的收服了诛心神火之后，萧炎的逐渐的平息了自己体内的神元之气以及神火和炎帝的炙热气息。小家伙，你的天赋还真是强的可怕呀！仅仅吃过一次诛心世界的亏，在这第二次入诛心世界的时候，竟然以假换真，假的在里面让诛心无法入侵你的内心世界，而真的在诛心世界之外施展焚神之力，将诛心世界打破，导致诛心本源也陷入短暂的虚弱，将其收服，真是厉害。一旁的冯老则是一边拍手叫好，对于萧炎这变态的战斗天赋深是无比的欣赏。呵呵，没想到还是被冯老看穿了。萧炎也是挠了挠自己的头，果然自己的一些动作招式在冯老的眼中宛如永远被看透，就仿佛觉得冯老那双金眸可以看穿一些事物的本质所在。这等实力，这不仅仅只是半道神了吧？萧炎也总隐隐觉得冯老一直都是刻意的隐瞒他的真实身份，不过既然对方不愿意说，萧炎也就不会去多问。能够将诛心本源深处的暗黑邪灵抹灭，又轻易的看出自己的招式，绝不是一位简简单单的人物。的确，我利用幻虚世界让本体避开了诛心世界的映照，不然恐怕我会再次陷入诛心世界中，那后果确实不敢去设想。不过所幸自己已经成功破了诛心世界。好，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你，既然已经将诛心神火收服了，那么接下来你先去诛心本源中窥探一下剩余的无上丹方吧。冯老也是在一旁时刻的提醒道，因为吴雪体内的那股神秘力量，就连他都感觉到十分特殊的存在。那股神秘力量的体系与神之力量完全不同，甚至超越了神之上的存在，所以冯老也很想知道吴雪的那股神秘力量究竟是什么来源。闻言，萧炎开始凝聚自身的强大神魂力量，神魂如利剑般刺入那片被自己收服的诛心本源之中。透过神魂，现在的萧炎出现在一处漆黑的虚无空间中，这里一望无际的黑色火海正在翻滚着，带着毁灭的高温炙热，仿佛连空间视线都在其炙烤下扭曲变形。黑色火海无情地吞噬着周边的一切，萧炎能感受到这里的炙热高温直逼神魂的深处，仿佛下一刻神魂都要被焚烧成灰烬了一般。萧炎深知，只有穿过这片黑色火海，才能找到那传说中完整的无上丹方。他咬紧牙关，神魂在黑色火海中穿行，每一步都需耗费巨大的神魂力量。火海似乎随时都能将萧炎的神魂吞噬。萧炎感受着神魂带来的痛苦，却也在这痛苦中找到了一丝希望，因为现在的这片黑色火海的力量也是稍弱了一些，肯定与刚刚的那一场神怒轮回的吞噬下暂时受到了一些影响。在诛心本源还没完全的恢复之前，萧炎必须尽快抓紧时间找出完整的无上丹方。周围的黑色火焰在萧炎的周围腾跃，他的神魂加入了焚神之力后，如同凤凰涅槃一般在烈焰中重生，不仅没有被摧毁，反而愈发坚韧。他能感觉到每一次与火焰的亲密接触都让他的神魂更加凝实，更加接近那最终的目标。终于，萧炎在这片黑色火海的深处发现了一缕细微的特别光芒，难道那就是无上丹方的所在？萧炎这样心想时，便是加快了速度，冲破重重火焰的封锁，终于触碰到了那光芒的源头。他的心中涌现出一股强烈的预感，那便是他要寻找的最后一程的无上丹方。很快，萧炎的神魂便是出现在了在这片漆黑火海的最深处，这里的火海和温度比起刚刚的区域更加的狂热，如果没有焚神之力的加持，就算是虚弱下的诛心本源，恐怕萧炎也无法抵达这里。可想而知，如果诛心神火在没有虚弱的情况下，这么就算是半道神甚至是大道主神的神魂都难以在这里进行完整的窥探，而丹神塔塔主就是最好的例子不过。在萧炎的神魂进入到这深处之后，他的神魂力量竟然有着隐隐的得到了升华，看似这无比危险的区域竟然哪能够给神魂带来如此惊奇的提升，这也是萧炎没有想到的。萧炎的神魂悬浮在无尽的黑暗火海之中，那是黑色火海的最深处，一片仿佛混沌未开的虚无之地而起，这里还有一道巨大的黑色漩涡，如同一只沉睡的古老巨兽，周边空间扭曲，能量波动如潮水般汹涌澎湃，仿佛连天地都要为之颤抖。漩涡中心无数黑色符文缭绕，它们密密麻麻，如同夜空中繁星点点，散发出一种神秘莫测的光泽。这些符文每一个都蕴含着深奥的炼丹之术，那应该就是无上神丹的丹方。那些黑色符文字体如同古老而神秘的篆刻起伏在半空中，萧炎的目光紧紧锁定在那些符文上，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
他知道这些符文所记载的是那些无上的丹药配方，是无数炼药师梦寐以求的宝库。同时在这个漩涡中的空气弥漫着一种独特的气息，那是无上神丹的芬芳，浓郁而迷人，让人心旷神怡。萧炎可以感受到每一缕气息中都蕴含着强大的力量，那是丹药的精华，是炼制过程中凝聚的天地之气以及五行元素，甚至还有其他神秘的丹术。这就是无上丹方吗？萧炎的声音中充满了难以掩饰的激动与渴望，不愧是无上丹方，竟是如此的与众不同。无上丹方似乎在告诉萧炎，只要掌握了这些符文的奥秘，便能够彻底的掌控完整的无上丹方，到时候就能够炼制出一枚救治无血的无上神丹。萧炎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让自己的神魂更加敏锐地捕捉到这些符文中的信息。一旦掌握了这些符文中的丹方，那么萧炎的炼药术将会更加的突飞猛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此刻的萧炎内心充满了对无上丹方的渴望，他的情绪高涨，全身上下都被一股强烈的决心所充满。他伸出手指，轻轻地触碰着那些符文，感受着它们带来的震撼。黑色的符文仿佛活了过来，它们在萧炎的指尖跳动，似乎在等待着他将它们唤醒，炼制出那传说中的各大无上神丹。在这一刻，萧炎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这里便是无上丹方之地，是所有无上丹药配方的巨大宝库。萧炎小心翼翼地探索这片神秘的符文海洋，因为每一道符文都是一扇通往无上炼丹之道的大门。萧炎也立马展现出他那毕生的炼药天赋，不断地在这无上丹方宝库中疯狂地窥探。他站在浩瀚如海的丹方宝库中，他的目光专注而坚定，仿佛要穿透那一道道符文字体，一道道强大的神魂力量开始拍打在这些符文之上，荡漾出奇异的波纹，使得这片空间变得有些不同。突然，那些符文仿佛被萧炎的神魂力量所唤醒，随着波纹不断地荡漾开来后，它们开始跳跃旋转，在萧炎周围形成了一个璀璨的光球。萧炎只感觉自己的识海被一股强大的能量冲击，那能量雄浑而磅礴，如同一座未曾开发的矿脉，突然爆发。他的神魂在这股能量的洗礼下迅速膨胀，其神魂力量激增，仿佛要突破肉身的束缚。萧炎闭上了双眼，感受着来自无上丹方的洗礼，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震惊之色。他此刻也明白了，这无上丹方不仅仅是一些制药的配方，它们更像是一道道神秘的法门，能够提升炼药师的境界，让他们再触及更多的丹术，甚至带领着他们迈入那玄妙的丹道大门。萧炎心中一惊一喜，今日随着自己的神魂力量不断的飙升，将会让他迈向更高级的炼药师领域的关键一步。在这无上丹方的宝库中，萧炎仿佛看到了，感受到了他们对诸多丹术和丹道的追求和执着。萧炎再次深吸一口气，心中的激动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冷静。此刻，萧炎的目光仿佛穿越了时空的尘埃，触摸到了炼药界的真谛宝库内弥漫着独特气息。萧炎深吸一口气，那气息宛如一缕缕丹香沁入心脾，他仿佛能听到丹炉内药液沸腾的声音，感受到那由无数个日夜精研而成的丹术真谛在自己心中缓缓绽放，同时还闪烁着微光的药草，在幽暗的宝库内绘制出一幅深邃的画卷。他的心跳随着每一个细微的气息而起伏，那是非常有规律的律动，是无数炼药师毕生追求的丹术真谛。而此刻，萧炎仿佛已经模模糊糊地触摸到了丹术的真谛一般，在不知不觉间，随着无上丹方的不断入体，萧炎的眉心处一道圆环形的金色印记若隐若现，这道印记仿佛感受到了萧炎内心的波动，它轻轻闪烁，似乎在与萧炎的神魂产生共鸣。萧炎能感觉到自己的神魂力量在不断的被强化升华，对于丹术真谛的理解也在不断的深化。他的双手不由自主的握紧，丹香从他身上散发出来，与宝库的气息相融合，形成一种令人沉醉的气息。在这一刻，萧炎深知自己对于丹道的追求不再只是虚无缥缈的梦想，而是可以触摸到的真实。这一次也多亏了无上丹方，在他的内心中提前开启了丹术的真谛，也促使萧炎的炼药术将会再次提升一大截丹术的真谛。我会慢慢的领悟，去探索，去追寻，直至达到炼药界的巅峰，也能成为传说中那9品药神的存在。萧炎缓缓的闭上眼睛，让这股丹香充满自己的每一个细胞，为自己的炼药之路注入了无尽的力量。识海中，无数符文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辰，渐渐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漩涡，每一笔一画都蕴含着深奥的丹术真谛。它们在识海中旋转跳跃，仿佛在演绎着一场无声的舞蹈。随着最后一道符文的融入，那巨大的漩涡也突然消散不见，一股浩瀚的丹气如潮水般在萧炎体内涌动，拍打在萧炎的识海上。无上丹方的丹气强大而精纯，它在萧炎的经脉中游走，宛如一条黑色的蛟龙，带给他前所未有的力量。萧炎能感受到，这些丹气不仅能够提升他的炼药术，更是能够在丹术上开辟新的篇章。丹术不仅可以炼制丹药，也就是用丹术作为可怕的攻击。这种丹术攻击，只有达到了5品药神的境界，才能领悟与运用。萧炎睁开眼，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没想到这次吸收了无上丹方之后，让自己无意间踏上炼药界巅峰的重要一步。此时，萧炎全身所散发出来的丹气如同潮水般
汇聚于掌心，凝聚成一颗璀璨的丹丸。他轻轻一弹，那丹丸化作一道黑光，黑光散发，竟是令得这一片空间面临毁灭性的崩塌破碎。仅仅在这一瞬间，这片空间就彻底的成为了虚无，只剩下无尽的丹香之气。这就是丹术攻击的力量吗？仅仅这一招就将空间瞬间毁灭。看来以后就算自己不时展出焚神三火的力量，也能够与七重天位神抗衡，甚至将其重创。这一刻，萧炎的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喜悦和满足，因为他知道，从此以后，他除了神火攻击之外，也将彻底的踏入了丹术之路上，施展丹术攻击。这也算是萧炎的隐藏底牌了。